以前这里应该是吃buffet耶。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绿豆饼为什么叫绿豆饼啊？你们知道陈玉华本人长什么样吗？它那个走马灯是什么意思？是我的人生走马灯哦！你会被这个牛油的味道口爆。很明显，它是一个打卡类型的图书馆。首尔的地铁站非常难得一见的手扶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gs。今天是我们首尔之旅的第2天，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呢，就是我身旁的这个德寿宫。德寿宫呢是首尔的5大宫殿之一，同时它也是韩国最后一个王朝朝鲜王朝的王宫。刚好遇到它在这个大安门前面装修。这个德寿宫的入门票呢是1000韩币。如果你是19岁以下、65岁以上，或者你身穿韩服，都可以免费入场。据说韩国大多数这种宫殿类的景点呢，只要你身穿韩服呢，你都可以免费入场了。所以我们各几天的行程里也应该会去体验看看。这也是那种古装韩剧那种王上会坐的龙椅啊，龙嘞。以前的窗口如果你不放窗帘的话，其实还蛮好偷窥的。这边应该要粘那种丝吧，以前人家这样子镀。来到了应该是古时候的 pantry， 以前这里应该是吃buffet耶。德寿宫这里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呢，就是它这里同时拥有中西方元素的建筑风格。上一秒我们来看到这种古代类的宫殿类建筑，下一秒在这里考你们一个问题：这种喷水池类的艺术装置呢，在古时候没有电的年代，能不能运行呢？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。好，答案是可以的。至于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？欢迎喷水池系的朋友在底下留言分享。它这些石碑应该是古代的官员从最高等级正1品、从1品、正2品、从2品、正3品、从3品这样子排下来。参观了这个德寿宫的里面，那现在我们要到它外面，也就是我们来这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这个德寿宫的外墙这里是著名的韩剧鬼怪曾经的拍摄景点。由于剧中那经典的一幕呢，过后也造就了许多游客特地来德寿宫的外墙这里打卡拍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第2个景点——广藏市场。哇，这个市场的摊位哦，随时可以看到你的桌子旁边有一个水缸，里面有几只活着的章鱼。万一他们今天被你点名了，那就是他的余生的最后一天了。他们几乎每一摊都有卖那种好像大肠包小肠外面那一层，据小帮手所说，那个叫做血肠。这个广藏市场除了和一般的传统市场一样，有卖非常多传统美食。它这里另外的独特之处就是还有卖各种纺织品，也就是布料、丝绸、棉被之类的。有许多人喜欢来这个广藏市场这里买棉被。等下我们过去看看，个人应该是不会买回去，因为非常占位置啊。到了，现在我们要吃我们在这个广藏市场的第1样美食，就是这个糯米麻花卷。哇，这一间糯米麻花卷的人潮，我目测之下应该大概有40到50人左右。瓜贝基丸ผัดโดนัท丸。成功叫到一个麻花卷，那个红豆要等2分钟。现在我们来试吃一下。哇，超热！
外面裹了一层砂糖，我很喜欢那个口感。值得这个排队，我们排了大概15-16分钟吧。拿到了这个是红豆的，它才刚炸好，非常非常的热。等下还没有摇红豆。等下还是没有摇红豆。红豆馅是那种还咬得到整颗红豆哦。这是刚刚在等那个麻花卷的时候，小帮手去买的绿豆饼，它也是广藏市场里我唯二要吃的美食。其他的呢，我们就看见什么想吃的再另外点。绿豆饼跟我认知中的差好远，长这样，而且还2片哦。这样子一份是5000韩币，我完全没有吃到绿豆啊，这应该是豆芽菜吧？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绿豆饼为什么叫绿豆饼啊？还有像一般我们会在马来西亚的韩国餐厅吃到的 pancake， 里面有一些洋葱跟洋葱。好，吃完了这个绿豆饼，这2家店相比的话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麻花卷，也不是绿豆饼不好吃了，因为毕竟一个是甜食，一个是甜食。哦，原来是长这样了，刚才吃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。逛了一下，现在开始看得到仿制品了。我个人对于马来西亚棉被的价格不太熟悉，可是它这样子卖2万块，应该是大概60多马币左右，感觉应该还行，蛮便宜的吧。据说呢，这里的棉被生意有一些店家甚至有提供那种快递服务。如果你买超过多少钱的话，他们会直接帮你寄回国。可是马来西亚应该没有吧？可能是比较邻近的国家才有这项服务。这里有一个蛮特别的文化，就是每一家店家前面呢都有一排桌椅，如果你有看中想吃的，就直接坐下来跟老板讲来一份，也不用说要去找位置还是什么。如果你发现你想吃的店家没有座位的话，那就吃别家吧，别执着。像我们正在走去我们要吃午餐的这个店家，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算是河边小道，那我们就下来这里走走。在我头顶这边上面其实是一个天桥。进报来了，我们午饭要吃的店家叫做陈玉华一只鸡。那我们现在走到来它的3楼，你们知道陈玉华本人长什么样吗？据个人推测，他应该长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刚刚我们坐下来不到30秒的时间呢，那个服务员就自己把这只鸡端了上来。那其实我们是还没有点说我们要吃什么的，可是我想因为这里低消就是这一只鸡吧，如果你想吃什么额外的，你可以再加点。我自己乍看之下，它这个鸡应该是稍微有水煮过一下，现在就是用类似吃火锅的方式把这只鸡煮熟。吃饱了。那我们2个人这样的点一只鸡是28000韩币，它一只鸡的分量其实不会到太大只。如果你2个人来吃，没有点任何配菜的话，是蛮大概率把整只鸡吃完的。至于调味方面呢，一开始我还以为它会比较没什么味道，因为它的汤看上去比较像是清汤。可是吃到后来，当把那个汤煮熟过后哦，它的味道还蛮重的。那现在吃完午餐过后，我原本呢，我们想要到 SM 娱乐公司那里去看看的。可是现在我们决定先到这附近一个叫东大门市场的地方去看看。据网上资料显示了，它是一个服饰的市集，有一点像台北的五分埔。比如说这里是一个服饰市集，它其实更像纺织品的一个批发聚集地。那像一般游客其实应该没什么理由到这里来。
现在呢，我们人已经来到了这个 SM 大楼附近。之所以说附近呢，是因为我们不肯定我们的目的地究竟要怎么走。SM 娱乐公司是韩国的娱乐巨头之一，他们旗下有一些非常著名的韩国团体，包括了 Super Junior、少女时代、EXO 等等。而我们来这里的其中一个目的，是因为我本人即将加入韩国最新的团体，叫做 Super Senior。差点撞墙。好，我们进去这个框花这个周边店逛了一下，小帮手买了一个 card holder。他可以早点告诉我嘛，我也可以拍一张给他。好，现在我们人来到了江南地段的林荫道街。如果说今天早上广藏市场那里呢是朴实无华的传统市场，那江南这里就是全韩国最奢华的地段。属于这里就有许多的品牌和精品店，还有一些奢华的下午茶餐厅。那我们这里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定行程的，就决定在这边随便逛逛，累了过后就是找一家店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喝个下午茶。好，吃完的这一家27号 cheesecake， 刚刚发现其实整栋楼都是它的，大概有4层楼高。它 cheesecake 是那一种非常厚重口味的，所以你跟我一样是喜欢吃 cheese 的话，像这一间我会蛮推荐你来试试的。好，现在我们人来到了这个奉恩寺，这个地方是韩国佛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寺庙之一。而在这个寺庙当中呢，有许多国宝级别的佛像和雕像。它这个走马灯是什么意思？是我的人生走马灯哦。据说我们看到这种叠起来的石头是当地人为了许愿而做的一种仪式。至于这个动作背后呢，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呢？也欢迎知道的人在底下留言分享。这里大小我目测应该有超过3000尊的佛像。现在时间其实有一点不上不下，那我们在考虑要先吃晚餐还是先进去 COEX Mall 走。先进 COEX Mall 走呢，我们的担心是等下晚餐那间店可能会很多人需要排队。现在我们坐进来的这一家叫做宫巴威的烧烤店，这里的招牌是烤牛肠，所以我们就点了1份，还有另外1份烤牛肉。目前呢，我们就只点了这2份，因为今天呢，这已经是我们的第5餐了，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很饿。又到了这个时刻，来韩国吃烤肉，就是肉还没到，就看到了一大堆的小菜。它有一道特定的工序，好像我们要沾这个酱汁。这个是 strike， 我也不懂它是什么部位。好，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烤肠，这是肠里面那一层，反正就是平时我不会吃的部位。它每一道都有一个特定的工序的。刚才那个牛肉片是配这个洋葱，然后现在这个肠是要配豆瓣酱。就是像你说，有点咬不断。2样过后，现在我们加点了另外一个大肠。
现在我们额外拍这一段烤大肠的部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烤大肠的口感非常的特别，它虽然看起来很像大肠，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被这个牛油的味道口爆。它是非常的油腻感，可是是非常好吃的油腻。这道是我觉得3道下来最特别的一道。如果你不是喜欢吃肥肉的人，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，因为它几乎整口都是脂肪。可是相信我，你一定要试一次。吃完了这间 Don Barbie。 它的氛围其实是属于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，所以相比昨天那间烤肉店呢，你有足够的私人空间。价格方面呢，我们2个人这样子吃下来是136000韩币，跟昨天晚餐的烤肉其实没差多少。我们2个人这样子点3样主食，总共是141000韩币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家，当然我们也不能直接拿来做对比哦，因为在这一家呢，我们点的都是一些平时不太吃得到的食材，但是至少以服务氛围方面呢，个人都觉得这一家店的体验是比较好的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道烤大肠，如果你有来这附近的话，一定要去试看看。好的，吃完晚餐过后，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去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也就是这个 Starfield COEX Mall， 去参观它里面一个造型非常特别的图书馆。 它感觉上就是一个商场 outlet， 看起来应该有什么明星见面会这样子的活动吧。入乡随俗，我现在也来坐在他们的电影院前面的地板上。 这一群人呢，是为了要参加今天一场电影的首映礼的，并不是什么明星见面会。我还以为我来这里的消息走漏了风声。这里呢，就是星空图书馆，很明显它是一个打卡类型的图书馆。还有一个可以看到星空的屋顶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来，其实是看得到天空了，可是看不到星空。和之前我去拍过的那一些特色书店有一些不同的，就是这里是一个图书馆，换句话说啊，就是没有卖书的。它绝对是让你可以利用自己的环境坐下来，好好的看书，沉浸在书的世界当中。好了，我们非常快速的就走完了这个星空图书馆。它里面的座位其实没有很多，可是确实有蛮多人在里面专心的看书。虽然大多数的人都戴着耳机，但我觉得人来人往的情况下，应该是蛮难专心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。其实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呢，是和昨天有一点类似的，偏向于逛街的行程。不同的地方是，昨天我们都几乎集中在明洞那一区，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穿梭了首尔好几个不同的区域去打卡。门槛方面也和昨天一样，因为都是一些逛街的行程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把握好节奏。像我今天这个行程，我截至目前为止走了16000步左右。路线方面，因为今天我们的景点都蛮分布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搭了好几趟他们的地铁，也坐了好几趟的巴士。一整天下来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景点应该就是今天早上广藏市场那里了。如果你们有去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去吃他们的一个糯米麻花卷，真的是超级推荐。今天这个行程我同样也会推荐给喜欢逛街购物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大家订阅并留守我们的下一支影片吧。我是 Wing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说到江南，你们有觉得这里的风黏黏的吗？因为风到这里就是黏。